今天我们来聊聊一场令美国人永难忘怀的战争——越南战争。这场发生在冷战高峰时期、持续近20年的战争，被称作美国历史上最难以承受的失败之一。美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实力比越南雄厚100倍，却最终在越南战场上折戟沉沙。为何一个超级强权会输给远远贫弱于己的越共和北越军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个让世人困惑的谜团。二次大战后，美国跃升为全球首屈一指的经济和军事强国。他们刚在韩战中阻止了共产阵营南下，信心满满，认为凭借强大的武器和财力，可以在世界任何角落获得胜利。然而，越南战争却给了美国当头一棒。美国动员了超过50万军队远赴越南，耗费了数千亿美元的巨资，动用了包括 B-52 战略轰炸机、直升机、坦克、大炮等庞大武库。美军在越南上空投下的炸弹总量高达800万吨，远远超过整个二战期间各方投弹量的总和。可以说，美国几乎倾尽国力，试图用钢铁与火力碾压越共和北越。然而，令世人震惊的是，尽管地面上美军赢下了一次又一次战役，最终却没能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正如许多人所评述的那样，美军赢了每一场战斗，却输掉了整场战争。这背后的原因复杂而深刻，需要从政治、军事、社会、心理等多方面来解析。想了解美国为何兵败越南，我们得先回到这场战争的起点。二战结束后，被战火拖垮的法国试图重返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印度支那，但最终在越南的独立战争中遭遇惨败。1954年，法军在奠边府战役中被越南独立运动击溃，迫使法国退出越南。随后的日内瓦会议将越南临时一分为二，北方由共产主义的胡志明政权执掌，南方则成立了由西方支持的越南共和国政府。这原本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分裂，但冷战的对立格局使越南成了东西方角力的新战场。美国领导人深信骨牌理论，担心越南若全面倒向共产主义，会引发周边国家如骨牌般相继沦陷，进而威胁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正是在这种恐惧的驱动下，美国一步步滑向越南战争的泥潭。一开始，美国只是有限度地支援南越政府，派遣军事顾问团训练南越军，提供资金和武器援助。同时，美国背后策划支持了1963年推翻南越独裁总统吴廷琰的军事政变，意图换一个更得民心的南越政府。然而，南越政局此后更趋混乱，接连上台的军政府腐败无能，在民众中缺乏威望。南越政府对内部各派和宗教团体的压迫，例如对占人口多数的佛教徒的歧视，更令民心向背。事实上，南越从建立之初就问题丛生，统治集团奢侈贪腐，高层官员将美元中饱私囊，农村土地改革迟迟没有进展，农民生活困苦。许多南越百姓将执政者视为外国扶植的傀儡政权，因此越南南方的共产游击队才能在乡村地区发展势力，不断壮大。美国本想打造一个稳固反共的南越堡垒，却发现自己扶植的是一个腐败且不得人心的政府，这为日后的败局埋下了伏笔。1964年，美国以北部湾事件为由，决定大举升级对越战事。美国国会通过湾事件决议案，授权总统强化军事行动。随着美军地面作战部队在1965年成批登陆岘港，越南战争正式演变为美苏两大阵营间接对抗的一场全面冲突。此时的美国如巨人一般踏入东南亚的丛林战场，年轻的美国大兵们或许做梦也没想到，眼前这片陌生的稻田和雨林会成为他们的葬身之地。越南的地形气候对美军而言极为陌生，苍翠茂密的丛林几乎覆盖了战区的大部分土地，高温湿热、多蚊虫瘴疠的环境让美军叫苦不迭。好莱坞电影中常见这样的镜头，全副武装的美军士兵在泥泞丛林中举步维艰，而越共游击队则如幽灵般穿梭在密林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并非夸张，丛林地带能见度极低，大部队行动困难重重，美军现代化武器的威力大打折扣，坦克难以在稻田和山地推进，直升机在茫茫树冠下也难发现隐藏的敌人。
敌在暗，我在明，美军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尤其令美军头痛的是越共挖掘的地下坑道和藏身洞穴，例如西贡附近著名的古支地道，越共在地下构筑了纵横几十公里的坑道网络，里头藏有指挥部、医院和补给库。美军即使占领了地表据点，脚下却可能埋伏着随时从地洞里冒出来袭击的敌人。越共利用地道突然袭击美军，随后转瞬钻回地下，令美军疲于奔命，却束手无策。美军当然不甘心陷入困境，他们试图用科技和火力来对抗这片丛林。为了破坏越共藏身的植被掩护，美军出动飞机大面积喷洒橙剂等落叶剂，试图将森林毒死。他们还投掷成千上万凝固汽油弹，将大片丛林燃成火海。然而，化学药剂和燃烧弹不仅给越南土地留下长久创伤，还导致无数平民深受其害。许多越南村庄在战火中化为灰烬，手无寸铁的百姓烧伤或中毒的惨状透过媒体传回美国本土，令公众震惊不已。更重要的是，这一切残酷手段依然没能消灭游击队。越共白天躲藏，夜晚出击，神出鬼没。他们深知美军依赖先进武器，便尽量贴近美军作战，所谓贴身缠斗。因为一旦双方距离过近，美军火炮和空袭反而投鼠忌器，不敢施展。这些灵活多变的人民战争战术，正是毛泽东游击战理论的生动体现。北越和越共领导人如胡志明、伍元甲等，非常清楚自身在武器装备上远不如敌，于是以高度的耐心和决心，利用地利人和与美军周旋。他们相信，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这种信念支撑着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也绝不动摇。事实证明，在越南战场上，美军的高科技武器并没有找到对付游击战的灵丹妙药，反倒是北越凭借人的毅力与智慧，逐步消解了美军的技术优势。除了灵活机动的战术，越共和北越军民还展现出超乎想象的坚韧和士气。对他们而言，这场战争不仅是意识形态之争，更是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圣战。他们从法国殖民者手中夺回祖国的经验告诉自己，即便付出巨大牺牲，只要不屈不挠的坚持，最终一定能赶走外来侵略者。伍元甲将军曾豪迈地对美国人说过，为了国家的独立和自由，我们准备再战斗20年、50年、100年。北越领导层深谙此道，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动员全民投入战争。青年学生踊跃参军，妇女也组成民兵支援前线，就连老人和孩子都在后方出一份力。每个村庄都成了战场，整个民族仿佛化作一部为抗敌而运转的机器。相较之下，美军士兵大多是服兵役，被派遣而来，思想上并不完全理解自己为何在万里之外作战。越打越久，许多美军官兵心生厌战情绪，士气逐渐低落。而北越和越共的士兵，尽管武器简陋，补给匮乏，却怀抱着强烈的信念，这片土地是他们的家园，不把美军赶出去绝不罢休。这种钢铁意志的较量上，美军处于明显劣势。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战后反思时承认的，美国严重低估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迸发出的巨大精神力量。当一支军队不怕牺牲，视死如归时，再精良的武装要令其屈服都绝非易事。值得注意的是，北越并非孤军作战，冷战格局下，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共产大国成了北越最坚实的后盾。中国在抗美援越的口号下投入巨额军援，从步枪子弹、火箭炮到高射炮、大炮源源不断地运往北越。据说当时中国把自家部队还未装备的新式火炮都援助给了越南，甚至动用成千上万辆自行车翻山越岭将弹药送到越南前线。苏联方面也不遑多让，提供了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技术支援。北越军队凭借苏联援助的 SA-2D 对空导弹建立起强大的防空网，美军战机在北越上空频频遭到击落，许多美军飞行员被炮火击中后跳伞，成了北越的战俘。苏联还派出大量军事顾问，教授北越士兵使用坦克、雷达等现代装备。有了这两大盟友的背后支撑，北越虽小却并不孤单。与此同时，美国却顾忌重重，
他不敢对中苏直接宣战，甚至不敢将战火明目张胆地烧过北越国境之外过深，生怕一不小心引发美苏直接对撞或重蹈韩战中中国入伍的覆辙。这就导致了一个战略上的尴尬局面，北越俨然有后方可靠，而美国却像绑着手脚在作战。这一点在胡志明小道的攻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胡志明小道是一条贯穿老挝、柬埔寨边境丛林的隐秘补给线，北越通过它向南方源源不绝地输送兵员和物资。美军把切断这条生命线作为战略要务，投入大量兵力和航空兵猛炸不止。然而，由于小道大部分位于邻国境内，美军受限于政治顾虑，无法大举派地面部队长期驻守，只能依赖空袭和特种渗透行动远程封锁。但北越方面早有准备，他们组建了工程兵旅，日夜抢修，炸断的桥梁几天内又接通，道路被炸出弹坑，立刻就用泥土木头填平。运输队伍更是大胆机智，白天隐蔽，夜晚赶路，开着灯笼车辆穿行，有的地方车辆过不去，数万挑夫和自行车队就肩挑背扛，把弹药和米袋一步步运过崇山峻岭。美军飞机狂轰滥炸之下，小道上每隔几米就有一个弹坑，但北越的补给线却从未真正中断。美军曾夸下海口要把敌人炸回石器时代，结果却像拳头打在棉絮上，炸药几乎把原始丛林翻了个遍，北越的物资却依然顽强地送到了南方战场。这正是毛泽东人在路就在的人民战争精神在发挥作用。美国空军司令们无奈地发现，没有前线、没有明确目标的持久战中，纯粹依靠火力优势难以击垮一个意志坚定的对手。相反，美国自己倒是被拖入了一场昂贵而漫无止境的消耗战。谈到越战，不得不提及1968年的春节攻势。这次事件被普遍视为越南战争的转折点。1968年初，正值越南传统的新年，北越和越共部队在南方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突然袭击，数万名共军几乎同时对南越各大城市、省会和美军基地展开猛攻。他们甚至一度打进了南越首都西贡，美国大使馆也成为攻击目标之一。想象一下，1月31日凌晨，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的大门突然被炸开，一支19人的越共敢死队冲入使馆院内，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卫兵爆发激烈枪战。虽然最终这些攻击者全部被击毙，大使馆得以保全，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通过电视传遍了全世界。原本美国政府向国内保证战争很快就要胜利，春节攻势却无情地揭穿了这种乐观论调。美国民众透过新闻画面看到，越共攻击竟然能打到美国大使馆，攻入西贡警察局，冲击南越总统府，南越全境烽火四起。一夜之间，战争残酷的现实袭上美国民众的心头。从纯军事角度看，春节攻势最终成为北越和越共的惨败。参与进攻的越共部队遭到美军和南越军顽强反击，伤亡惨重。原本隐蔽在民间的越共武装因大举出击而暴露，随后数月内在各地被剿灭大半。然而，战场上的胜负并不能体现这场攻势的全貌。在政治和舆论层面，春节攻势让美国彻底陷入被动，它动摇了美国民众和领导阶层对胜利的信心。正如一位美军将领后来所说，春节攻势是北越军事上的失败，却是他们在战略和心理上的胜利。春节攻势后，美国国内对越战的态度发生急剧转变。之前几年已经有零星的反战声音和抗议活动，但未成气候。而1968年开始，大规模反战运动席卷全美，数十万愤怒的学生、知识分子和普通市民走上街头，高呼口号，要求政府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电视新闻频频播出战场上的血腥画面，平民在村庄尸横遍野，美军士兵血染丛林。一张张震撼人心的照片，比如一位全身烧伤脱皮的小女孩泪奔逃离，被凝固汽油弹轰炸的村庄深深刺痛了美国公众的神经。大家开始质疑，我们在越南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美国的年轻人要为这样的战争送命？在战争最激烈的1968年，美军阵亡和伤亡人数急剧上升，每周从越南运回国的士兵棺木成百上千。1969年，美军驻越人数达到高峰后逐步下降，
但每天仍有许多伤亡。最终，美国在越南共阵亡了大约58000人，受伤超过30万人。如此巨大的伤亡数字让美国社会震惊。要知道，越战前美国从未在海外冲突中遭受过这么惨重的人员损失。更讽刺的是，这时有人指出，北越方面虽然死伤更多，统计显示北越军人死亡数可能超过100万，加上平民死难共计估计数百万，但北越政府对媒体言论有严密控制，能压下伤亡消息。相形之下，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开放的媒体让国内民众每天直面战争的黑暗，伤亡数字公开，将士棺木运返的画面，战场失利的消息，持续侵蚀着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1969年底，一件骇人听闻的丑闻被揭露。1年多前，美军在越南美莱村曾滥杀数百名平民，其中包括妇女和婴儿。这一消息激起更猛烈的谴责浪潮，美国形象严重受损，许多曾支持战争的人也开始动摇，反战示威此起彼伏，有时甚至演变为流血冲突。1970年5月4日，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国民警卫队向示威学生开枪，导致4名手无寸铁的年轻人惨死校园。这一肯特州立大学枪击事件震惊全国，更多温和派民众也被推向反战立场。美国社会出现撕裂，一边是坚决要求撤军的反战群体，另一边是政府和一些鹰派要求维持国家威信，不轻言退缩。美国其实在自己国内先输了一场战争民意战。正如评论所言，越战是第一场通过电视屏幕进入千家万户的战争，美国在自家庭院里就先乱了阵脚。美国政府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无法在海外继续打一场漫无止境的战争。到了这个时候，美国的领导阶层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这场看不到胜利希望的冲突。1968年，深受战争困扰的时任总统林登·詹森居然决定放弃竞选连任，半放弃地退出了政治舞台，可见连总统本人都对继续打下去信心全无。接替上任的尼克松总统明白，必须给美国找台阶下。他上台后提出了越南化战略，试图通过逐步将作战任务移交给南越军队，来实现一个所谓有尊严的和平。尼克松政府开始从越南撤军，同时加紧与北越谈判。在撤军同时，尼克松也不忘展现强硬一面，一方面秘密下令扩大战争范围，入侵越南邻国柬埔寨和老挝境内的共军基地，另一方面对北越展开绝招式轰炸。1972年，北越发动复活节攻势，大举入侵南越，尼克松旋即下令实施后卫行动和 Linebacker 系列大规模空袭，猛烈轰炸北越的河内、海防等城市和基础设施。甚至在圣诞节期间，美军动用 B-52对河内投下地毯式炸弹，希望逼北越就范。炸弹在北越首都倾泻而下，建筑成片毁灭，许多平民丧生。但是北越领导人依然咬牙撑住了这一波狂风骤雨。他们深知美国虽声势吓人，但已是强弩之末，政治决心极不稳固，只要再多熬一会儿，美国就将撤军离场。事实也确实如此，空袭让北越在谈判桌上态度稍有软化，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战局。倒是美国国内的反战和要求撤军的呼声已经高涨到尼克松无法忽视。1973年1月，美国与北越、南越签署了巴黎和平协定，协定名义上达成了在越南实现和平，规定美军全面撤出越南，北越释放美军战俘，双方停火，并以实际控制线分治。然而，这纸协定实际上只是给美国提供了体面撤离的门票。最后一批美军作战部队于1973年3月撤离越南土地，美国宣称实现了光荣的和平。美国民众总算盼来了久违的停战，对那些结束役期活着回国的士兵报以掌声。然而，谁都明白南越政府独木难支，他只是苟延残喘地在等待最后命运。协定签署后不久，战火又在越南土地上燃起，北越和南越之间的和平根本无法持续。没有美军直接参战的南越军队虽装备精良，但士气低落，指挥混乱，难以抵挡久经沙场又斗志昂扬的北越部队。美国原本承诺，若北越撕毁协议进攻，将再次予以军事援助。然而，就在此时，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丑闻陷入政治困境，
最终于1974年辞职下台。继任的福特总统和美国国会都无意也无力重新深陷越南。1975年春天，北越发起最后总攻势，从中部高地一路长驱直入。南越军队崩溃的比任何人预期都要快，许多师团不战自溃，将武器丢满公路，四散而逃。大量南越官兵乔装成平民逃命。4月末，北越坦克兵临城下，首都西贡陷入无政府的恐慌。1975年4月30日凌晨，西贡总统府上空飘扬起北越的旗帜，南越政权正式宣告灭亡。在此几小时前，世界见证了极其屈辱的一幕，美国不得不启动直升机从西贡紧急撤侨的行动。美国大使馆屋顶，最后一架载满撤离人员的直升机轰鸣着升空，楼下还有无数绝望的南越难民挤在围墙外，试图攀上机舱，却无济于事。这张直升机从使馆顶楼接走人员的照片，成为了美国输掉越战的永恒象征。一场超级大国的灰溜溜溃退，就此定格在历史画面中。对美国而言，冷战时期持续最长的一场战争终于结束了，但带来的苦涩反思才刚刚开始。越南战争的结局对美国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国耻和创痛，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明确无法获胜，最终撤军的重大战争冲突。战后，美国社会和政界对于失败原因展开了长期而痛苦的反省。在美国华盛顿附近的国家广场上，一座黑色花岗岩墙体构成的越战纪念碑静静矗立，碑上刻着58000多阵亡美军官兵的姓名。一些老兵不愿提起自己曾参与这场仗，有些人身心饱受战争阴影折磨。一个新名词——越南症候群出现在美国政治语汇中，指的就是越战后美国舆论对海外用兵所产生的深深疑虑和抗拒心理。此后许多年，美国政府在考虑对外动武时，都无可避免地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会不会又是一个越南？每逢战争纪念日，美国领导人也常以越南作例，提醒国人谨记那场战争的教训。例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在纪念仪式上公开表示，越南战争教训我们，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轻易将美军卷入战火。这些话语无不反映出越南的阴影仍笼罩在美国心头。那么，美国究竟从越战中汲取了哪些血的教训？首先也是最根本的，战略目标必须清晰且符合现实。麦克纳马拉等战后决策者承认，美国当初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恐惧有些矫枉过正，误判了局势。他们把越南视作围堵苏中共产势力的战略前沿，却忽视了越南民族主义内在的强大动力，也错估了中国和苏联在此地的战略意图。结果，美国为一个并非直接关系自身生死存亡的国家投入巨大的国力，最后却发现即便牺牲惨重，所谓骨牌并未如预期般倒下。换句话说，美国当时高举反共大旗介入越南，目的其实并不明确且难以实现。当战略目标本身存疑，部队士气、民众支持度都很难长久维系。其次，不了解当地文化和政治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美国政客和将军们在越南战争初期普遍缺乏对越南历史、文化与局势的深入认识，他们将冷战思维简单套用，却忽略了南越政权的自身缺陷和越南人民真正的诉求。麦克纳马拉后来感叹，美方对印度支那地区的无知使自己陷入盲战。因此，越战后美国开始反思外交决策中的知识准备不足问题，大力推动培养对共产国家及第三世界的专家，强调知己知彼。这是为了避免未来再犯在越南那样贸然干涉却水土不服的错误。再者，高科技武器并非万能，军事力量有其局限。越战中美军迷信以坦克、大炮和先进战机可以压垮敌人，但人民战争理论戳破了这种迷思。丛林、稻田、地道让重装甲和重火力陷入无用武之地。越共用脚踏车和人力完成了汽车装甲无法完成的运输任务。美军的轰炸能毁灭桥梁道路，但阻止不了锄头敲铲重新把路铺好。正如前文所述，人是战争中最活的要素。一个决心与你周旋到底的对手，即便你武器优势压倒性，也很难击败。如果不能夺去对方战斗的意志，
光靠计算击毙了多少敌人，这类量化指标并不等于胜利。越战中，美军陷入了片面追求击毙敌军人数的误区，以为每天报告的敌军阵亡清单越长，胜利就越近。然而他们忽视了，越方虽伤亡惨重，但斗志丝毫未减。当衡量战果的标准只剩下冰冷的数字，真正决定胜负的民心士气反而被埋没了。这也是美军事后深刻反省之处。作战不能光看可量化的指标，还要看那些无法量化的因素，人民的支持、正义感、团队凝聚力等。越南战场上，这些软实力完全倒向了对手一边。第四，未经国内充分讨论与支持的战争无法持久。麦克纳马拉在回忆录中直言，当年美国政府犯下的一大错误是没有就越战问题在国内进行充分辩论和凝聚共识，决策者们在恐惧驱动下草率卷入战争，以为国民会自动跟随政府的判断。殊不知，随着伤亡和开支攀升，民众对战争前景的质疑越来越多，政府却没有及时给出让人信服的解释和目标。反观北越，他们却动员了举国意志参战。毛泽东在中国发动文革，也有为备战进行思想动员的用意。双方相比，美国政府的内部凝聚力和决心就显得远远不足。一场没有全民支持的战争，最终在民主制度下很难避免半途而废的结局。越战惨败后，美国制定了战争权利法等法案，加强总统对外用兵需经国会同意的规定，就是吸取了越南经验，避免未来总统轻易将国家带入类似泥淖。从那以后，美国若要发动较大规模的海外军事行动，都必须极力争取国内舆论与国会的广泛支持，否则决策者便会心有顾忌，这都可以看作是越战留下的印记。最后，也是发人深省的一点，美国无权也无力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国。越战期间，美国打着捍卫自由民主的旗号，干涉越南内政，认为南越人民理所当然会和美国人一样为自由而战。然而事实是，南越民众对美国人的解放并不领情，相反，许多人视他们为新的侵略者。美国试图以自己的模式改造一个陌生国度，结果踢到铁板。麦克纳马拉在战后反思中忏悔道，美国没有天赋的权利按自己的意愿改变别国，可惜在越南付出如此惨痛代价后，这个道理美国往后的历届政府未必都牢记在心。但至少越南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若一味以自我为中心，干涉他国，终将可能重蹈越战覆辙。正如一句谚语所说，那些忘记历史的人注定要重复历史。总而言之，越南战争这场以弱胜强的经典案例告诉世人，战争从来不仅仅是比拼谁的军舰更大、炸弹更多。民族意志、作战智慧、政治正当性、国内支持，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决定了最后的胜败。美国在越南拥有压倒性的物质优势，却在心理和政治上陷入了劣势。面对一支立志驱逐外敌的人民军队，美国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陷入了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这个冷战时期持续最长的战场，成了美国人深刻反思自身战略和价值观的镜子。时至今日，越南战争的阴影依然影响着美国的决策者们。每当讨论海外干预，他们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常常是当年那场丛林战争的教训。比越南强大100倍又如何？若方向错误，方法不当，民心不顺，最强的军队也可能折戟沉沙。越南战争留给世界的正是这样一本发人深省的历史教材。